接着来学习服装的制作。先来学习男生款的服装，包括裤子、领子、领带和上衣。先来钩织裤子，由裤腿和裤身组成。先钩织裤腿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与第一个锁针连接，注意锁针不要拧起来。挑第一个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圈，沿着起针钩短针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的时候收好线头。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剩余的圈数钩完。钩好后，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，钩好后不断线。下面来钩织裤身，接着不断线的裤腿继续钩织，先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剩余3针不钩织，接着取出另一个裤腿，从第4针钩织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拉紧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剩余的圈数钩完。钩好后，用第一个裤腿预留的线头把裤裆缝合一下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裤裆用卷针缝的方法缝一下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裤子里面打结藏好即可，这样裤裆就缝好了，裤子也就讲完了。最后将裤子从下往上套到玩偶身体上即可，由引拔针的位置放到后面。下面来学习领子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对照表格，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5针调里山，来看一下。锁针辫子反面有这样一根根横线，
这个就是所针的里山。挑倒数第5个所针的里山，先依次钩2个长针，接着钩吨数量的中长针，再钩2个长针，最后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第1个锁针上引拔。最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领子就钩好了。接着将领子缝到脖子，将首尾连接位置放到前面。领子正面朝外缝合，将首尾稍微缝几针固定。缝合的方法和帽子、带子装饰缝合相同，只是这里只缝起针一侧的一点，两侧不用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缝好后可以涂少量胶水将它粘好，两边可以不用粘贴，这样领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领带，也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预留长线头断线，然后缝到领子下面，将结束位置放到领子下面缝合。缝好后，再将领结一半用胶水与身体粘贴好，这样领带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上衣的钩织，由主体和袖子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前4行钩好，钩好后钩织第5行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翻面，先钩4个短针，接着钩5个锁针。K 表示空针，后面的数字是几就表示空几针，这里空9针。然后再相邻一针开始钩织，钩好后再钩5个锁针，然后继续空9针，把剩余的针数钩完。钩好后第5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6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对照表格钩织，沿着针目钩织。
遇到锁针时，就调锁针的1到2根线钩织。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第6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第18行。下面来钩织第19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。先在左侧2针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行钩完。这样第19行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第20行也钩好。钩好后来钩织最后一圈，接着之前的线头钩织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沿着针目钩织。到了侧边时，调每行侧边大致1到2根线钩织。遇到起针位置就调起针，剩余的2根线钩织。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好后，预留约1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然后从第一个针目中钩出，再从线头所在的针目中钩出，稍微拉紧，把最后一圈正面作为衣服的正面，将线头多在反面藏好即可，这样衣服主体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袖子，袖子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在袖洞位置调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衣服的背面对着自己，然后从袖洞侧边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接线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沿着第5行空的针目钩织。
钩好后，在侧边钩短针，然后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织，一共5针。钩好后引拔，拉紧，这样袖子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袖子剩余的圈数钩好，钩好后预留线头，然后按照主体最后1圈收针的方法进行收针，完成后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另一个袖洞侧边接线，然后沿着锁针和侧边以及针目钩织，把另一个袖子也钩好即可。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最后将它套到玩偶身上即可，然后在右前面粘上一个小花，这样男生的衣服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女生款的服装。女生款的服装为裙子，由主体、袖子和蕾丝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，后面再绕圈钩织。大家先对照表格，把前9行钩好，注意第4行钩织时也要钩锁针，预留出袖洞。钩好后钩织第10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从第2针开始挑前半针，依次钩2个长针加针。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钩好后钩6个长针，这几针在第9行前6针的后半针钩织。从第1针的后半针开始钩。钩好后，在第9行第4到9针挑前半针，依次钩2个长针加针。
2个长针和2个长针加针。钩好后，继续在第9行第7到12针后半针钩6个长针，钩好后对照表格里红色的针法，挑第9行前后半针钩织，按照第一组红色针法，先在前半针依次钩2个长针加针，2个长针和2个长针加针，接着挑后半针依次钩6个长针，钩好后继续挑前半针钩对应的针法，继续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挑前半针钩织的
2个长针加针和1个长针与开始的起立针和2个长针加针组成一组，最后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挑第3个锁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。这样第10圈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织第11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沿着第10圈针目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1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裙子主体剩余圈数钩完。下面来钩织袖子，这里袖子也是沿着袖洞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M 短针、3针并引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将后背对着自己，先来钩织左边的袖子，从锁针最边缘一针接线，然后钩5个短针，钩好后沿着空的针目钩织，钩好后引拔，拉紧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。由于最后一圈钩好后袖口太小，这里可以先在倒数第2圈缝上蕾丝花边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：先剪约15厘米蕾丝花边，再剪约30厘米袖子同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穿入缝针，一端末尾打结，在有引拔针的位置开始缝合。先在袖子里固定好线头，
取出蕾丝花边，然后开始缝合，将有波浪边的这一侧朝外，大约预留出 0.5 厘米。缝的时候稍微缝出褶皱，把这一圈缝完。首尾重叠一点缝好。缝好后，在袖子里打结藏好。这样袖口的蕾丝花边就缝好了。接着来钩织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3针并1针。注意这里钩织时不要穿到花边上，先依次穿过前3针的前半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。这样一个短针，3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
钩好后也进行收针。最后将线头在袖子反面藏好即可。大家可以多长几针。这样一个袖子就钩好了，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袖子也制作好即可，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蕾丝，蕾丝分别在裙摆、领口和裙身缝合。先来缝合裙摆的蕾丝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160厘米的蕾丝花边，然后再剪约裙摆一圈约3倍左右的线头，抽取其中的2股穿入缝针。这里我均用小样演示。从裙摆有引拔针的一面缝合，先在裙摆固定好线头。开始位置向里折一点。边缘露出约0.5厘米。裙摆缝合时褶皱密一点。把这一圈缝完。
缝好后，蕾丝有多余可以剪掉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下摆打结藏好，这样裙摆的花边就缝好了。下面来制作领口的花边，先剪约15厘米的花边，沿着领口缝好。下面请看演示。从裙子背面有开口的这一面开始缝合。先固定好线头，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将蕾丝像这样包住领口。注意有波浪边的朝外。边缘露出0.5厘米即可。拐角位置时可以折一点。把这一圈缝完。缝好后，将多余的向里折一点，缝几针，将多余的蕾丝剪断。缝好后，把线头在领子里藏好即可。最后可以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，将领子沾一下，这样领子花边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裙身的蕾丝，用双层蕾丝沿着裙子腰身缝合。缝合前，先将裙子从下向上套到玩偶身上，然后将后面开口位置缝合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，然后再缝合蕾丝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15厘米裙身同色线，抽取其中3股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在裙子里固定好线头。接着将开口这里缝合固定。
缝好后，在裙子里打结长线即可。取出蕾丝和裙子，这里实际裙子是穿在玩偶身上的。然后沿着腰部缠绕，重叠一点，将多余的部分剪掉。然后将蕾丝重叠的部分放到后面，将结束位置向里折一点，重叠缝合。剪约40厘米裙子同色线，抽取2股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完，这样裙身蕾丝就讲完了。到这里蕾丝就全部讲完了，这款玩偶也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购置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叔叔姐夹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